紫妍身怀龙皇血脉，只因误食化形草，才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萝莉。为了摆脱身形的束缚，紫妍吞食了很多极品药材和丹药。随着体内积累的斗气越来越多，紫妍也到了突破的临界点。此时此刻，萧炎也已经触碰到斗皇的屏障，他和紫妍一样，很快就会突破斗王，变成一位真正的斗皇强者。在斗破第63集中，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突破地点，萧炎带着紫妍和美杜莎前往魔兽山脉。因为两人突破的时候都需要庞大的能量，魔兽山脉的深处乃是一个人质罕见的地方，用来闭关突破最合适不过。紫妍晋升斗皇之后，身形也会发生改变，变成成年紫妍。大家有没有期待小萝莉的变身呢？万万没想到，小说里描述紫妍晋升斗皇之后，她竟然裸身出现在萧炎面前，令萧炎血脉奔张。不过动漫应该会有所变化，成人版紫妍的出场肯定是有服饰的，大家别期待了，哈哈哈哈哈。三人行进入魔兽山脉之后，一向活泼的紫妍却是略微出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。刚开始只是话语渐少，逐渐的面色异常红润，身体滚烫的如火炉般。紫妍的变化自然也是令得美杜莎大惊失色，可她对于这些并不了解，因此也是给不了前者半点的帮助。而就在他犹豫是否要将萧炎呼叫而出时，紫妍却是突然陷入了沉睡。在其沉睡时，浓郁的紫色光芒从其体内涌出，最后化为一个足有丈许多宽的紫色光茧，将其身体尽数包裹而尽。见状，美杜莎在怔了怔之后，倒是松了一口气，看来这并非是什么不对劲，而是这个小妮子这段时间吃了太多的天材地宝，体内所凝聚的能量已经足够了她进阶。紫妍化形成茧，变成了一颗紫色的龙蛋。光茧体表紫色光芒时明时暗，就犹如心脏的跳动般，极有节奏。而若是有感知敏锐的人在此，便是能够察觉到，每当光茧的光芒转换的刹那，山谷之中的天地能量便是会出现一阵细微的波动，旋即那众多能量便是会尽数被吸纳进入光茧之中，令得茧身光芒更加明亮。在光茧旁边不远处的地方，美杜莎盘坐在一处巨石之上，目光紧紧地注视着光茧的任何动静。许久之后，方才会略微放松，目光一转，瞥向山壁下的那飘溢出浓郁丹香的山洞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萧炎进入山洞炼制丹药，至今已经有着1月时间，然而看这模样，似乎依然还没有结束的迹象。而紫妍在3天之前化为光茧之后，也是没有了其他反应。每日光茧都是不断地吸纳着周围的天地能量，可其本身却是没有丝毫的变化。看这情况，似乎紫妍进阶所需要的时间恐怕并不会少到哪里去。一人炼丹，一人化茧进阶，如此一来，这个山谷之内便是只有了美杜莎一人守护。如此一来，他自然是略显无聊。但此刻萧炎与紫妍皆是分心不得，期间万一受到打扰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所以他也只能整日守护在山谷中，即便偶尔外出，也必须尽快地赶回来。这种枯燥的守护倒是让得他很是无奈。萧炎独自开辟了一个山洞，然后在山洞之中闭关突破。除了紫妍和萧炎之外，美杜莎也跟着去了山谷。美杜莎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紫妍和萧炎，毕竟在突破的时候，两人都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，而且美杜莎也相当护短，不允许俩人有一点点闪失，唯有自己亲自守护才放心。俩人对比来看，萧炎的突破速度要快一些，毕竟萧炎体内还有焚诀的加持。时间便是在这般日复一日的平静之下悄然度过，不知不觉间，距离萧炎闭关已经有了3月之久，但是谷中两人却依然没有半点要出关的迹象，这倒是令得美杜莎很是无奈。时间如指尖沙般的迅速流逝，当谷中的时日即将今日第4月时，1日，修炼中的美杜莎却是陡然睁开双眼，俏脸冰寒。此刻，在其光洁额头处，一枚七彩蛇鳞突然出现，并且不断地散发着淡淡彩芒。纤手轻轻抚摸着额头处的七彩鳞片，美杜莎气息首次变得有些紊乱了起来，
这块鳞片是他储存于蛇人族灵魂祭坛之中的一缕灵魂所化，而蛇人族的祭师能够通过燃烧这缕灵魂来通知他。一般说来，这只有在族中遭遇真正大难时，祭师方才会采取这种措施。美杜莎作为蛇人族的族长，这么多年来，这还是首次被用这种办法召唤。看来蛇人族中的确出了大事了。深吸了一口气，美杜莎豁然站起身来。然而当目光扫中光茧与山洞时，略微迟疑了一下，沉吟许久，并未立刻离开，而是腾身而起，费尽全力地在山谷天空上再度布置了一个极为保险的空间封锁。我为你们加筑的防御足够保护你们在此处进阶。此次蛇人族似乎遭遇大难，我必须回去。等我将事情解决完毕之后，会回来的。做完这些，美杜莎方才彻底松了一口气，将一卷卷轴放于修炼时的巨石上，然后轻摸了摸额头上那越加炽热的七彩蛇鳞，俏脸逐渐涌现冰寒与澎湃杀意，身形一动，便是直接冲破空间封锁，旋即迅速消失。萧炎突破之后，美杜莎已经提前离去，因为蛇人族发生了一些变故，美杜莎需要亲自赶回去处理。萧炎看见紫色的龙蛋，龙蛋发出紫色光芒，直觉告诉萧炎，紫妍很快就会完成最后的晋升。为了保护紫妍，也为了适应斗皇的斗气，萧炎没有离开山谷。随后萧炎开始修炼翻海印。翻海印乃是低印诀的第2层功法，只有实力达到斗皇级别才能学习翻海印。萧炎的手掌凝固出一个怪异的弧度，然后对着空旷之处轰了一掌，顷刻间一股磅礴的斗气从手掌喷射而出，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，磅礴的斗气瞬间炸裂。此等威力确实可怕，如果炼制大成，日后就算遇见斗宗强者也有一战之力。与此同时，包裹紫妍的蛋茧开始破裂脱落，龙蛋发出耀眼的光晕，随着烟雾慢慢散去之后，一个黑色的人影出现在萧炎面前。紫妍的身形已经发生了改变，赤裸玉体出现在萧炎面前。出现的人影玉体，淡淡的紫光萦绕在身体之上，令得他看上去颇显妖媚。一头修长柔顺子发披散而下，直接垂落至挺翘的娇臀，挺翘的成熟身体，哪还是当初那个小女孩所具备的风情？而看那张隐有几分熟悉的可爱容貌，此女赫然便是变大了的小紫妍。这是紫妍？萧炎目瞪口呆地望着这身材妖娆成熟的一塌糊涂的女孩，难以想象那个小屁孩竟然会发育得如此之好，如此之诱人。身材前凸后翘，看上去颇为成熟，和之前的小萝莉相比，简直判若两人。想要也没想到，之前那个调皮的小女孩竟然会变得如此诱人。看着萧炎的诡秘的眼神，紫妍吐槽萧炎：“你们男人都一个样，就差流鼻血了。”好了，本期就聊到这里。创作不易，如果你也喜欢《斗破苍穹年番》系列的话，还请多多关注支持，十分感谢。我们下期再见。